刚才我也是第一次听马老师，马老师讲，我在美院也待了断断续续也好多年，然后一直知道马老师，但是今天是第一次听。然后我看，因为讲的是完全是跟色彩相关的知识性的，然后举了一些，而且很多案例都是抽象的。我很担心，就是因为是我们都是很多我们接触抽象很少，好多时候都是故事性啊，或者是画面的。所以说我当时在想往进来，但是马老师把这个讲的还不乏趣味，还有很多的知识性，让我感觉也是特别有收获。而且刚才我知道了，因为他这个对这个兴趣和研究已经超过10年。我觉得像这种经验，比如说这么短时间里讲一些案例，它其实里面涵盖了很多的知识。这肯定不是说很短的时间一点兴趣就可以做到，是一个长时间的积累。所以我也觉得就是很兴奋。然后我自己呢，这个是结合了咱们马上开的一个展览，叫《光阴的故事24节气艺术展》。我的作品也参加了这个展览。其中是最终的呈现的结果是一个陶瓷的作品，陶瓷上的绘画，然后把它烧出来。在这个作品之前，其实是一组插画的作品。然后我今天的这个分享呢，其实就是我创作这个插画的一个过程，是一个比较具体的个人的案例，大概是这么一个分享。首先，我这组作品最早是从19年开始画，然后最早取的名字叫桃山。然后24节气是后来因为想跟24节气有一个联系，包括参加展览，所以说又做了24张主题性的画，就是这样的一幅画，这是后来的24个小的图画。然后它是属于桃山这个系列里面的一组跟24节气相关的。最早的这不是最早的一张，但是它还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之所以叫桃山呢，我设想的这个剧情是一群猴子，它生活在一个无比大的一个桃子上。这个桃子放到无比大的时候，它就像一座山一样。然后上面的每一个这个桃毛就像山上的草和树。然后桃子足够小的时候，就像我们眼前看的这些蚂蚁然后可以在山上自由的玩。这个故事整个这个设想是这么展开的。那我要分享一下这个展开的最初的来源，就是我今天想说的有一个灵感啊，就是创作的这种想法、创意和灵感，有时候它不是偶然的，它可能是有一些前因后果，有个铺垫的。今天要说一下这个，就比如说这个语言的由来。我在上学的时候，大学1年级学的是插图，就是我进的是版画专业，跟马老师是油画专业。一般就是传统的就是活版、油雕、活画、版画、油画、雕塑，这4个是最传统的，就是纯艺术绘画，纯艺术专业。然后我是版画专业里边一个比较特殊的小专业叫插图，插图专业。我的老师呢，他叫高荣生，现在已经去世了。他主要的教学方向是文学插图和书籍装帧。文学插图它一定是要有文本，它不是就是它所谓其实它是有一段文字，也可能未来的创作出的画面是抽象的，也可能是大多数带有故事。就最常见的就是说我们看的小说的插图，有《西游记》啊，这个给自然名著什么的，这种一般都会有插图出现，这就是最常见的文学插图。其实我最开始的这个语言的思路是来源于这样的课，也是大概也有小20年，就在这个就是我在上大1的时候，可能大2的时候，我当时上了一个课，这个课的名字叫
线语言课程，就是我们的老师把绘画语言分成了几种，因为我们版画很多的时候是用黑白的，用彩色的方式也很少。它有一个原因是黑白概括的很多，我们有时候一看，哎，这个画是版画，是吧？但是它具体有什么面貌的，一般都是比较概括的，光影比较概括。像油画国画，它离国画有晕染，它有很多的变化。油画呢有一些衔接，很多的过渡，因为它善于做。版画很多的时候，因为它是要用刀，要用针，要用这些概括性的东西去这种语言去做的时候，它就有很多限制性。这个限制性导致它必须要去用一些更特别的语言去创作。还有一种就是因为我是插图专业，它很多你画的很丰富的东西插图很多时候是要刊登的，最早的时候要在报纸上刊登，或者在这些文学杂志上刊登。刊登的时候，它会有对这个画面有很多的损耗，就你画特细的一张画，你放到那个报纸上，你会觉得很粗糙，上面其实很多的细节会消失，反而是你更概括的画面，黑白语言更简洁的画面，它会在上面呈现更明显的对比感。所以说，我们的很多的教学思路，我从上学的时候学的更多的是概括。比如说，这是线语言，线语言当时老师就要求我们只用某一种线来画。比如说，我当时突然就发现自己很擅长某一种，这种就是全部是用点和短线来画。因为我们当时线语言里面有长线有不规则线，有弧线，有各种就是线的原理。我发现自己很善于用短线来画，那我就想这种短线的方式有多少种可能呢？我肯定要找我这个短线善于表达的东西，比如说像这种仙长，本身长满了这种层次，那就很适合本身就用这个来画。你就是写实绘画用油画来画，你也要想办法怎么去画这个毛丝的感觉。那么我拿针管笔在画的时候，那我一根一根在画，它就很像毛丝，那我就自然这么去画。然后后面的作业都是用这种方式来处理。比如说，这是我模仿的一个山水画就是传统的构图山水，只是我用这种方式，它多了一种质感那这种点线的方式比如说山水在缩到特别小的时候，树叶草草木，它都会变成很小的点，所以它也是适合的。这样也是，它很适合画比较微妙的过程，因为它可以慢慢的处理绘图。这是一个小的插图课程。后来我发现它也很适合画草木，是吧？像麦田，两个人在公路上周围是麦田，它很适合像画这种质感，其实是跟质感相关的，包括水，这都是大学时候的作业。然后后来呢，我画了一个自画像，这个自画像是一个后脑勺，我当时就这个发型，就是在20岁的时候，就是这个发型。留过一段这个发型，然后我让我的寝室室友帮我拍了我自己的一个后脑勺的照片，然后我就画了第一幅我自己的脑袋，我觉得很适合它特别像头发。我就是虽然没有用特别写实的方法，就是比如说没有用光影，没有用这种过多的这种体积的塑造，但是它本身好像也有可以随着这个转折的这个线的转折的方向也可以表达出，包括声音也可以表达出这个转折感、光影的感觉和质感，尤其是质感。然后画到这个的时候，我就想再有点发挥的东西。当然，我觉得这个短线，刚才我也画了庄稼我说短线除了像头发以外，它还像草地。那么如果这个头，我就把它又想象了，就是这个头如果无限大，它就变成一个山。然后那么头发上面头发就变成了草如果那个草缩小了就变成了头发，那么我这个脑袋就变得很大。那这组作品后来起名叫脑袋上的故事，其实就是在我的头上就是我脑袋里想的东西可能在我头上发生，就是变成了一组我当时画的在学生时代的一组插图作品，就是脑袋上的故事。然后呢，很多的想象力其实就是要从这个大小关系出来。比如说小
它有可能是可以对话的，包括那个蹦极的，就是因为它人在放小的时候，你就想它有可能是一个耳环，有耳坠，那人应该怎么跟这个耳坠结合呢？那它有点像蹦极，其实都是很直线的思维，但是就是有时候你在创作的时候呢，我觉得很多小朋友也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你一旦有一个想法以后，你就乐此不疲，想去这么做，直到你爸爸觉得没意思，就是我们都是这样子。然后这组画一共画了其实是10张，刚才我展示的是9张，有一张很可惜丢了，就是我画了9张小画以后一游惊心，我画了一个非常大的画了一个全开，跟这个电视差不多那么大的画，就是画一个脑袋，上面但是人特别多，特别多，可能是画的太好了，被别人给偷走了，当时这个，但照片没有留下来。还有就是刚才说了手法，现在我想说一下寓意啊，因为当时我在创作这一套作品的时候，它是有一个前因后果，不是说我突然就想画那么一个房子，是当时有一个合作的项目，就是有个公司叫艺术介入，他们想在年底的时候推出几张关于中国民间的关于神话的作品，但是又不想这个作品过于流于我们过去常见的这种年画这样的效果，所以说呢，就想邀请我们几位人来自己发挥一下，看能不能创作出这么一个作品。然后我就那时候正好我在读博士，然后我最后其实我博士论文也是写跟年画相关的这个，那就是一个开始。然后我就那段时间大量的看中国的年画，我就归纳几个直接比较有效的信息，就是年画有几个信息，我直接就是用这2个，主要是一个是它是美好事物的集合。你们会发现我们一幅门神年画，或者是一个什么送子图啊，或者是年年有余啊，这个图它里面的任何一个信息，它没有不好的寓意，或者是模棱两可的寓意，它一定每个哪怕出现一个铜钱，出现一个蝙蝠，出现一个石榴，它都是有说法的。这就是我们民间非常容易接受的一种解释画面的方式。它都要有故事，都要有寓意，而且这个寓意一定要好，它不能是让别人去琢磨的寓意，它跟文人画不太一样，文人画有点深，我看完以后每个人有不同的想法。民间的画呢，它会更直接，喜庆的就是喜庆。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美好事物的集合。第二呢，它就是一般画面会非常满，它不制造那种空旷的意境，满满当当的，是吧？大家都希望财源滚滚，是吧？什么福寿多多，这种词其实就是跟我们的这种心理相关。对，我当时最早时候画的一个桃山，这个桃山的里边其实出现了好几种季节，就是它整个画面里，比如说有4棵树，这4棵树其实是不属于同一个季节的，比如有松树、有桃树、有柳树，桃子结果，柳树发芽，松树上面盖着雪，它其实1年4季都包含。后来我发现，其实这种方式在我们传统绘画里面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包括我们这是天津一个画家叫张兆祥，跟一起其他的画家、海派画家合作的一幅作品，里面有任伯年，有一个叫钱惠安，还有一个书法家，他们4个一起合作的一幅作品，叫具体名字没在上面，但是它是4个季节的花卉，比如说有夏季的这个芍药花，有玉兰花，有这个水仙花，还有这个好像是长寿果，它一共4个，分别是代表了春夏秋冬4季才会开出的颜色。那么一组春夏秋冬开出颜色的这个4组花呢，它是在现实中是不会出现的，绝对是假的。但是我们可以把这个寓意放在一幅画面上，这就是绘画的能力。尤其是在当时不像现在这么 PS 这么发达的时代，他们只有画家可以这么去做。那么其实这也是一种又有文人性质几个人合着去画，又有一种通俗的感觉，就是我画出来以后其实是一个好的寓意而已，没有太多别的想法。
所以我也是借用这种思路。还有就是我刚才说的一些年画，比如说左边的这个，左边的这个，它特别满，满满的是猴子和桃子，下面就是孙悟空和杨戬在打仗。其实这个有时候画面它没有那么，就是说这个剧情那么合逻辑，但是它就是寓意足够好，足够，然后画面呢足够丰富。右边这个就我们比较常见，有点像我们的在耳朵里面的金银财宝是吧？掉下来的钱，包括他身上所有的配饰，它都是好的。然后这是一组陕西凤翔的年画，我当时后来画猴子也跟这个有关系。我看到这个猴子，当时看到这个猴子，发现这个猴子，哎，这不就跟我原来画那种短线很像？然后他用这种，其实这都是民间艺人做的艺术，他们不能说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就是高高在庙堂的艺术家，但他们也会想这种方式怎么来处理。比如说猴子的这种毛发，大概怎么处理？然后就给了我一些启发。还有就是，这是当时我帮别人做的一个叫商场的招贴是一组。后来我就联想了一下，就是为什么后来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们的商场叫百货大楼，进去以后就是不同的店，然后有食品也当然也有服装为主，但是没有娱乐，也没有餐饮，也没有电影院。为什么现在我们一个商场里面会出现这么多的信息呢？我觉得这就确实是符合我们大众心理。大众就希望有一个地方，我进去以后，所有的事都能解决，所有的快乐，所有的好的东西我都能得到。那么现在就是现在的这种商场，大型的购物中心。那我觉得跟年画那种接地气、大众的思路是一模一样的。为什么大众愿意买年画回家贴？为什么愿意逛商场？那我觉得它是一个原因。所以说，这也是当时一个原因。然后就开始画这组作品。当然我也找了一些素材，这都是古代的一些中国画家画的猴子的作品。后来其实我发现，古代的时候，你看在宋代，其实已经有非常写实的绘画方式了，就是画这种一个猴子，它很有灵性，但是它还是基于写实的状态。然后它的毛发的方式可能也是用了这种，然后从宋代一直到近现代，我找了一些猴子的形象。然后最有趣的就是能抓住人的，像齐白石被称为人民艺术家，就是他的作品，就是他是最了解人的心理，就是什么东西，大众喜欢，别人会喜欢，我应该画什么，就是里边的内容是什么，我怎么部署。所以说，我觉得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画家，就是他是一个，所以说他的画面有一种雅俗共赏的感觉。我当时也参考了很多他的这种形象，包括他桃子的形象。下面是这24个小画面的分享。其实这24个小画面，它的来源呢，每一个画面的来源于24节气的那个物候。你们我们有时间可以搜一下，就24节气，它会把它分成更小的，比如一个节气15天，然后每5天又是一个小阶段。古人呢，他把这个小阶段用一个小的词汇或者是一个物候来形容，就比如说，哎，现在什么出现了，什么东西开始萌发了什么东西开始消失了，什么东西开始走了。他用这个方式让你更容易理解，让你更容易联想这个节气里面发生了什么事儿，让你再有一个更直观的感知。所以说我的24张小图呢，它所有的都是从别人总结好的，就古人的这个节气的物候里面提取的，是从3个里面提取的一个，我觉得比较好入画，因为不是每个都好描绘，所以说我就简单分享一下这个。这是立春，立春呢有一句叫这个鱼至复冰，它的意思就是虽然是还没有完全到天暖和的时候，但是呢，这个冰已经悄悄开始有点裂缝，有点融化，
那个鱼呢，在水底憋了一冬天以后，它也慢慢的有一种想要寻求氧气和阳光的感觉，它就要往上窜啊。然后我就描述了这么一个画面。然后这个树呢是一个法国梧桐树，就是我脑子里印象能够见到的树，就是雨水。我们刚刚过去的一个节气，下一个节气叫惊蛰。这个雨水从雁来，就是有一些地方已经柳树开始发芽，然后按说这应该是个多雨的季节啊。今年北京一场雨都没有下，但是按说它应该是个多雨的季节。鸿雁就从南方慢慢回来，其实是很直接的一个表达。惊蛰就是我们下周三，下周三就是惊蛰的节气。桃始华，华就是花，桃就开始开花了。然后还有一句叫黄鹂鸣，就是黄鹂这个鸟就开始鸣叫，因为春天暖和了，它们开始活动。然后春分玄鸟至，玄鸟是燕子。它这个24节气基本上基于的是这个中原地区，北方中原地区，因为你像燕子它这个冬天是要南飞的，到了春天呢感知了以后，它们发往这儿飞走。玄鸟至，然后清明红实现，彩虹出现。然后这些猴子呢，我也是其实是拟人化，就是未来这个作品还在不断的创作，就除了24节气之后，可能就变成更具体的故事。谷雨平时生，就是浮萍和荷叶都开始慢慢的发芽，开始生长。那儿有一只戴胜，那个啄木鸟，也是这个时间会出现的。地下楼锅鸣，我查了一下，这个楼锅在古代有可能是对青蛙的一个称呼，它并不是鸣虫。所以说我画了一个荷塘，有一个青蛙的模样，就是然后设想这个，其实这些画面还是在桃山中发生的一个角落，一个小的故事。小满，麦秋至，就是小麦开始这个灌浆了，马上要成熟了。小麦的秋天来了，马上就要成果了。芒种，螳螂生，有时候画的也比较迟，原因是他那三组词也就这个好画一点，我就取了一个这个，有时候这个这个也是有匮乏的，是一个想象力，但是它整个放在一起的时候，你们看它可能也不是一个缺陷。夏至蝉始鸣，就是蝉开始鸣叫。小暑鹰始之，就是这个其实是老鹰开始在空中开始捕猎，这些猴子在树荫下面乘凉。大暑腐草为萤，他们就说这个在草垛的周围开始出现萤火虫，萤火虫可能会在这样的密集的这个草丛里面产卵，然后他们都出来了。我画了一个夜间的，虽然是背景是白色，我想办法画出一个暗色的底，然后用这种黄色的点代表萤火虫的感觉。立秋，白露生，白露其实是一种雾气，霜打的这些桃子以后，它会更甜，所以我画了一棵桃树。处暑禾乃登，这时候禾苗开始，这个稻米开始成熟。群鸟养生，白露，养休，就是这些小鸟开始为过冬来储备自己的能量，或者储备食物，然后这些猴子也就丰收了。秋分水始河，水始河的意思就是这个荷塘的水慢慢开始变少，开始干涸了，因为没有太多的蓄水，降雨来蓄水了，它干涸了。我画了一个猴子捞月的，我们比较熟知的场景，来表现这个水里的感觉。然后寒露菊有黄华，
菊花的季节。霜降草木广阔，我特别喜欢银杏树。我今年还专门又跑到北京的卢塔寺，有2棵很大的银树，都是明代600多年的银杏树，然后去观察这种树，对银杏叶这个落叶很感兴趣，所以都会直接的入怀，就是看到的就直接入怀。立冬水始冰，这一年又开始往冬天走了，水开始变得冷了。这个北方的地方有些地方已经开始结冰，小雪闭塞成冬，冬天已经来了，然后有些部分开始下雪。大雪虎始交，就是老虎开始寻求配偶，我想怎么表现这个含蓄的表现呢？这也是我们学插图里面一个可能用一个局部来表现这个轮廓。然后冬至水全冻。就是虽然我们昼夜已经到了一个分差最大的时候，到了冬天最黑的时候，然后白天最短的时候，但是反而就像我们中国的这个中医啊，或者这个原理，道家阴阳在说这个物极必反，你到了最至黑的时候，那么就有东西在萌动，这个萌动其实水已经慢慢的在萌动了。在想要去找春天的感觉。我是用了这个温泉猴，其实我最早画这个桃山啊，对，最早画桃山就是像日本的那个对，泡温泉的猴，脸都泡通红的，这是我画第一个形象，当时，所以就是冬天还表现得很惬意，在这个想了一下，小寒确实少，很快就开始准备新年。这个喜鹊就开始筑巢，大寒是最后一个节气，也是最冷的时候，就是我叫水泽附近，就是整个那个湖面，整个水，连水的最中央都已经坚固如铁了。那我们在上面滑冰就是很自然的事，就在冰上冰雪。然后这就是这一组作品。后来我就再发展一下，就是想让它再更有故事性。这是目前的状态，我是创造了几个具体的形象，就大概他们性格是什么样，然后起的名字也比较容易记，可能未来还会发生一些故事，敬请大家期待，之后还会再做成。这是我这次参展的一组作品，这是当时设计的。其实我画的，刚才大家发现没有，画的都是圆的，中间都是圆。其实并不是我一开始就画圆的。就是因为想把这个圆放到一个碗里面，就是它是个碗底，是一个茶杯的底。当我们喝茶的时候，就是我可以看着碗里的这个画面就是喝着茶。后来呢，我们的策展人岳老师有一个建议，你也可以画成饭碗，因为小朋友把米饭好的吃完了以后就可以看到饭，也是督促他们吃饭的方法。所以这个饭碗也在烧制过程中。这是后来做的效果，但是最终的结果跟这个差不太多。就是欢迎我们来看这个展，就是当时在广州中老台展的时候，是我当时跟作品的一个合影，一共有四件和中间一个大盘子，大盘子就是4季的那个过程。然后我就分享这么多，谢谢大家。